大家好，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我是以赖。这次来到北海道小樽，我陪我哥哥一家人来北海道玩。他被我上一次的北海道影片烧到了，我提议呢一起来逛一逛，主要是来吃海鲜啦。下飞机第二天早上就带他们来这个人比较少的市场。小樽有2个有名的观光景点，三角市场跟中央市场。我上次来北海道的时候发现，不同的市场卖的东西价差挺大的。这次我食髓知味，哪里偏僻就往哪里去。从小樽车站往南坐1站电车，再走一段路就到这个南樽市场。我们早上9点多来，有一些店家还没有营业，人很少，店家比想象的少很多。但是我很喜欢这一种没有人潮的轻松感。我计划在市场里面吃早餐，但这一间还没开。市场里有3、4间卖海鲜的，我先整个绕一圈看看有没有好东西。这个毛蟹尺寸蛮大的，目测有1台斤以上，也有卖盐水海胆啊等等来买。等了10分钟吧，这间餐厅开门了，只有1位工作人员。他说店里面没有瓦斯，10点半之后才有拉面，所以我们都点冻饭，一份大约在1000到2000日元之间。有软丝的会比较贵，因为软丝不能养殖。这个分量作为早餐的话还蛮刚好的，还附带1碗热汤。我太太他们去旁边吃类似自助餐的店了，他们不想一大早就吃生鱼片。还不错，还不错，还可以啊。内底有一只都是料蛤蟆呢，哇，它有蛤蟆呢，只要加好吃吗？还可以的，很好吃。那鲑鱼好好吃哦，这是不一样的鲑鱼吗？好，那叫什么？它这种比较瘦啊，有没有？但是很软的。哦，比较瘦，如果觉得不够咸就再加一点。吃完饭开始采买，我被大只的喜之刺吸引过来。只有这一摊有卖喜之刺，喜之刺一尾8800，这看起来应该有1公斤吧。来北海道没有吃喜之刺，等于没来。喜之刺旁边的八角也是高级鱼，这里卖得很贵。活的扇贝1颗500元，我觉得这有点贵，但想说让他们吃看看。这个如果在台湾价格更高。价目表上写1山就是那1盘的价格。这个黑钩很漂亮，但我上次在札幌的场外市场买过，他们也是说是小樽产的，当时吃很难吃，我不太想买。旁边这一摊我看上了北极贝跟毛蟹，1颗540日元，稍微贵了点。他是说这个不行啊。他说这个行啊。他说他不会帮我们想。但都是活的，蛮大颗的，我买了10颗。买2盒盐水海胆，这个也是必吃的。这个毛蟹是熟冻，所以会比较便宜。如果是活体就会贵很多，跟台湾一样，要把海鲜养着，成本就很高。我们第4天要去吃螃蟹吃到饱，有时间限制的那一种，所以今天先买2只毛蟹回去练习一下，到时候比较能掌握节奏。今天气温零下1度，根本不用打冰，完全不用担心坏掉的问题。要回家的时候遇到了下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雪从天上掉下来，非常有趣，但是非常冷。最后我们是坐计程车回民宿的。下午就在小樽的观光热点逛一逛，其实能看的东西不多，就是那一条最热闹的商店街一路直走，冒着风雪来吃很有名的拉面，这种氛围感非常棒。是标准的日式拉面，这是我吃过最咸的一间了，汤头咸到你无法好好的品出其他的味道。
面最好要吃快一点，免得咸味透进去面里。我叫了白饭配，也没办法把汤吃完。这个溏心蛋也非常咸，要配着水吃。沿着卖玻璃杯跟音乐盒的店走呢，就是小樽最热闹的观光区域，有超多卖饼干的店。来日本少不了要逛超市，有些海鲜超市卖的比市场便宜，可能是因为是连锁的，然后进口跟养殖的很多，所以便宜。多来日本几次，你就会知道，超市卖的生鱼片固定就是那几样。我逛过东京啊、大阪啊、札幌、川路的超市，生鱼片的种类都是一模一样的，大部分都是养殖的，偶尔能看到在地野生的生鱼片，价格就会贵很多。像这个小樽产的比目鱼1公斤要8400日币哦，还有这个エナ1公斤要3000多日币。冷冻退冰的炙烧煎鱼1公斤也要将近2500日币。这个甜虾是加拿大进口的，这大概跟我上次在虾皮买的差不多意思。100克鲑鱼卵300多台币呢，还行啦。挪威的养殖鲑鱼西京烧，还有本地鳕鱼的西京烧，这个都蛮好吃的。这个像石狗公的鱼是北海道特产，每一间店都一大堆，这个就超级便宜。我每次日本影片都有人留言说日本的鱼都很便宜，其实只是汇率比较低，然后便宜的大多是进口或养殖的鱼。本地的野生鱼不见得会便宜，买的时候要仔细看。今天总共买了这些食材做晚餐，我们总共有8个人。这间民宿1层就能住8个，有一个很大的厨房，一张大长桌，差不多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格局。如果你是一个家族要来玩，想要自己煮一些东西的话，这间民宿我很喜欢。我后来称了一下，这尾喜之刺是900多克，所以换算单价1公斤是2000多台币。那年轻人去逛街购物，我们开始准备晚餐。我来教我哥哥怎么处理北极贝，他本身也是专业厨师，在凤山开牛肉面店好多年了，每天都控汤啊、切肉啊，处理个10颗8颗贝类不在话下。那我跟我哥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从小到大都没见过面，直到2年前才认识的。他工作很拼啊，很少休假，休假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赶海，在潮间带挖石科啊，摸螃蟹啊、粉摇仔什么的。他对海鲜的要求非常高。这次出国呢，完全是直奔海鲜而来的，中间其他景点他全都不在意。一到超市啊，或者有卖海鲜肉类的地方，他就会整个人吊在那边，拉不走。他是第一次来日本，我这一次呢，就抱持着陪长官考察的心态，带他四处看看。这个扇贝的贝壳边缘有一点利，如果是活的，不要把手指伸进去哦。它如果突然间合起来，夹到肉会有点痛。这个扇贝超市跟鱼市场都有卖，已经帮你挖好的，冰鲜未经冷冻的。那这一次买纯粹就是给我哥体验一下，我之后来应该不会再挖了，太花时间了，贝壳要丢掉也很麻烦。但自己挖扇贝呢，能吃的部分比较多，裙边呢很鲜，口感 QQ 的，还有它的生殖腺也可以吃。这尾喜之刺的状态没有很好，内脏的味道很重，肚子软散的超出预期，还不到翻车的程度，吹久一点冷风应该是能救得回来。你看肚子里面的黑膜都掉了，闻起来臭臭的，用冰水冲干净，腹部喷盐水，先拿去冰箱吹风。后来我还是买黑锅啊了，我哥他们想要吃看看，我先帮他们把头尾剪掉，脚也都修掉，等等吃的时候只要上下2片拉掉就好。
我以前在澎湖当兵的时候，有人会去抓这个回来清蒸，只沾酱油就非常好吃。这个已经是煮熟的了，可能甜味就跑掉了。我蛮喜欢北海道的，人很少，车子也很少，海鲜便宜，空气能见度都蛮不错，就是太冷了。来玩可以，要常住在这边真没办法。北海道的纬度跟台湾落差非常大，所以海里的东西跟台湾完全不一样。这样子鱼市场逛起来比较有意思。如果是去冲绳啊、九州啊，那里的鱼市场跟台湾重复的几率就很高。那我都花钱花时间坐飞机来了，结果吃台湾也有的东西要干嘛？可能有的人说，日本的鱼更好啊，可以比较一下差异啊。如果是很牢啊，差异就只有在纬度高，鱼更油这样子。然后他们处理鲔鱼的技术非常好。至于其他的部分呢，我对日本是没有什么迷恋的，纯粹来吃海鲜。如果台湾就有的鱼，我在台湾吃就好，我还能够自己处理得更细致。主要是北海道很便宜的东西，空运到台湾来就贵很多，所以来这里一定要多吃那些北海道限定的东西。像是我嫂嫂他们，牛奶真是当水喝，水果也是不停的买。北极贝中间切开之后，中间所有的内脏一定要刮除干净，还有外面橘色的肠子啊、黏膜全部都要弄掉，不要舍不得，没弄干净的话会有一股腥味。现在外面在下大雪，一定要弄一点热汤啊、火锅之类的。我们买现成的汤底，这一次我又带锡箔大锅来了，因为怕民宿里的锅子太小，没办法一次爽煮一大锅。结果来了以后发现民宿是 IH 炉，没办法感应到锡箔锅，还好在下面垫一层平底锅，这样子导热呢还能用。高丽菜没有下来。这尾喜之次我要做生鱼片了，把腹膜切掉就没有不好的气味了，不到100分，但还可以接受了。这一趟来跑了好几个市场，很多地方都有卖冷冻喜之次，或者是喜之次一夜干呢，很多产地都不是日本。我听说高雄的唐吉诃德也有卖冷冻喜之次，也不是日本进口的，那些价格就便宜很多，不失为一个经济的选项。分辨不出来的话，就不用浪费那个钱。鱼头、鱼骨、下巴先煮熟，等等捞出来蹭，也是非常好吃的。有些人觉得喜之次做生鱼片味道很淡，油脂的香气不够，要用烤的才能展现其迷人之处。但是我觉得呢，首先你要先吃过，才有比较的标准。那么今天我想让家人们有资格这么说，我吃过喜之次生鱼片了，还好。要一次做8人份的食物呢，确实要花很多时间。不过这一次有2个人一起弄，就快得多。这个毛蟹很大，一只800克，另外一只850克。我上次在根室买的是600克的，换算单价，这一只跟上次那只差不多，但是更大，我觉得赚到了。锡箔锅拿去煮火锅了，就只能把脚先剪断，放进民宿原本的小锅子蒸。这个毛蟹是熟冻的，一抓到就烫熟冷冻，吃之前只需要稍微加热一下就好，不能加热太久。蟹肉的水分流失呢，鲜甜味也会流掉，那就很可惜。反正蒸一下就放凉了，所以不用蒸太久。白子烫熟要先捞出来，我之前试过呢，一直煮，甜味全部都煮进汤里了，本体吃起来完全没味道，整个糟蹋了。干贝我们有2个版本，现挖的做生食，超市买的做熟食，也是稍微烫一下就起锅。这个是更大的毛蟹，差点放不进去了。蟹壳里的水分都别浪费了，都倒进锅里。毛蟹啊、帝王蟹、松叶蟹的蟹壳看起来很硬，实则不太硬，处理起来很容易啊。
先切开，吃起来就更方便。蟹膏就是日本人说的蟹味增，通常比较咸，这个要留着跟蟹肉一起吃。刚刚处理北极贝跟扇贝剩下的裙边，用蒸螃蟹的汤烫手来吃，将近20颗贝类的裙边，看起来超猛。当然最后那些汤也是加进火锅里了，不知道这个喝起来会怎样。超市买的冷冻黑尾鱼跟野生比目鱼，这2样单价都很贵，含税的话1公斤快要2000台币，但是分量很少，所以就会让你有很便宜的错觉。认真吃的话呢，我一个人就能干完全部，主要是要让他们体验一下网络上总是吹上天的超市生鱼片味道究竟如何。好好的高级食材呢，搞成一大桌大杂烩啊！很多日料优越仔大概又要在脆上开骂了，科科。因为这些东西啊，我之前已经吃过，今天试吃员哦，就由我的外甥来吃看看。我们今天买了5000块的北极贝，这就是全部的肉。对，它就是要这样摔它，它会 Q 起来，硬起来，然后硬起来的那一瞬间有没有？再来吃，趁着它有点硬的口感的时候。不错吧，很脆啊。如果没有摔是会，它会比较软，你用筷子去吐它，是不是软软的？你趁它收紧的那一刻去吃它，口感特别好。做日料一定会做这个动作，它握寿司饭好了以后，先把饭弄好，对不对？然后这一块就直接摔在它的砧板上，然后你就跟它颠起来，然后现场包。我以前觉得蛮变态，后来发现是真的有它的作用。吃起来口感也不差。那你如果要吃活体的话，成本很高，因为它空运过去1颗非常贵。然后这个是活体，慢慢嚼，对吧？你感觉不到它的纤维感。一般冷冻过的时候，它中间是一条丝一条丝柱状的，这样全部并排嘛。这跟冷冻饭完全不一样。对，蛮好吃的。8800的血之刺，肉在这里。然后剩下的边角料在这边，有没有看到油？有。好，再试一次。都是说更香。对，你看你烤过了，它的油会呈液态流下来，它的鱼非常非常油啊，黑尾鱼。然后这个是比目鱼，都试看看。这个觉得不好吃也没关系，因为这不是我做的。看着它的尾部有没有？它的盖子直接剥开，就这样剥。我其实也可以帮你剥啦，但是剥开以后会长得很丑。有时候剥的不好看的话，就会散开烂烂的。所以它本来这么大一条，能吃的只有这里。来试看看。剥开。我觉得味道蛮无趣的。但是我觉得你们没有吃过，我就买了，觉得怎么样？很甜，很甜。你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东西我吃过，一点甜味都没有，所以我运气不错，今天买。好吃吗？真的蛮甜的，对。真的吗？你吃完这个再吃这个。还有甜味，真的哦。但是我上次吃的真的很逊，好吃。对，变得好吃很多，因为跟运气有关。那个什么鳕鱼的小啦，这个对，你沾太多了啦，它那个死咸，你只能沾一点点，不然你吃不出原味来。很好吃，好吃吗？好吃哦。剥的时候就用汤匙把这个肉顺着这样剥下来，然后你不要横向的剥，因为横向中间它会有骨骼，你的骨骼如果断掉，吃到那个骨头，口感就不好。它的壳其实很软，有没有？对，它就会很软。直接给它一刀一嘟，肉就下来了。再搞一点这个
不要太多，好，太多的话就抢味，然后搞一点这个。加过来。认真的为别人弄一顿好吃的，让他们洗掉平时的压力，体会人生的美好，累积往前的动力，这能让我自己的存在感稍微提高一点，自娱于人，蛮不错的。隔天早上带我哥去另外一个市场，昨天晚上下大雪，积雪至少有5公分厚，而且今天有一点阳光折射在雪面上，这就是所谓的快雪时晴吧。我觉得这一次运气蛮好的，有看到降雪，也有看到完整的雪景。离开小樽那一天雪就融了，所以没有太影响行动，不然行李箱在积雪的人行道上撸很重。大家如果是下雪的时候来玩，一定要穿防水的鞋子。昨天已经带他们体验过一次传统市场，今天再去就没有人要跟了，只有我们2个踏雪寻鲜，真爷儿们，就算再冷也要去逛市场买海鲜。今天去的是林友市场，沿着运河一直往北走就到了。这个市场凌晨4点开始营业，中午就收摊，所以我们一大早就要出发，去晚了担心买不到东西。这里卖的东西比南樽市场更少，可能是因为昨天下大雪，店家不多，消费者也很少。总结一下，这里卖的就是各种螃蟹、鳕鱼跟鳕鱼加工品、鲑鱼跟鲑鱼加工品、生鲜的干贝，还有各种干货，主要是北海道产的各种海鲜。虽然天气很冷，但店家还是会铺冰块保存鱼，所以在日本买海鲜踩雷的几率比较低。我买了2盒腌制好的鳕鱼，刚好1人1块，这个拿回去直接烤或是煎就能吃了，配个白饭非常棒。这有2种口味，米味噌跟酒粕2种。选这一间是看它的鱼肉部位比较好，油脂比较多。如果是靠尾段的鱼肉，骨头比较多，就是便宜的部位。它牌子上写1600，但结账的时候变1900，很妙。万张蟹膏我很喜欢这个，买回去做频道会员的纪念品。这一间卖干贝的老板非常认真在介绍，他说保证产自北海道，绝对不是中国进口的。我们买了不少干贝的干货跟裙边，裙边是有调味的，可以直接吃。我哥哥买了1包现开来吃，然后我们又买了10包，非常好吃，比札幌便宜很多。今天买到袋装牡蛎，这个好吃又划算，还有卖冷藏的生鲜扇贝，这个一大盒好像是2600日币啊，一盒里面有超多颗。昨天已经体验过自己动手了嘛，那今天就买现成的，而且这看起来也是没有冷冻过的。唯一一间在卖盐心软丝的，我很喜欢这个，买了。可以生食的秋刀鱼，我目测这一尾大概是100克，所以换算1公斤大概是500台币。秋刀鱼已经是高级鱼了。这里还有青鱼，也是不便宜。买完食材回去，我们就坐计程车了，因为菜篮车一直犁田很累。这个鳕鱼是北海道 CP 值最高的鱼，每次在市场看到都不贵，肉质很软，油脂很多，口感很像台湾常看到的大比目鱼，所以台湾早期才会把大比目鱼拿来冒充鳕鱼。因为大部分的人根本吃不出来差异，
今天用的是味增风味的高汤，加一整袋牡蛎增鲜。这个像海瓜子的啊，超贵的，1公斤要450台币，而且是带壳称。如果是我自己吃，我是不会买的。就这几颗要380台币，只有一点点肉。那鳕鱼呢？我在富山县的回转寿司店吃过一种做法，是把鳕鱼卵加盐炒干，撒在鳕鱼昆布地的生鱼片外面。我之前拍影片有拍到，那个就蛮难吃的。我想鳕鱼做生鱼片可能不太适合，我从没有在市场上看过卖鳕鱼生鱼片的。日本的高丽菜呢，没有台湾的好吃，口感很硬，要煮很久，没有很甜。这个是酒粕腌制的鳕鱼，煎好以后一股酒香味。今天买了很多肉来吃，昨天完全没有吃够，因为我哥哥的店里有卖猪肉啊跟牛肉，对于肉的品质也很注重，他想要顺便考察一下肉类的口味。我买的都是日本国产的猪肉。我有算过，依照部位的不同，每公斤的单价呢，在600到750台币之间，比一些海鲜都还要贵。超市里面那边便宜的肉呢，通常是美国或是加拿大进口的。所以有些人说日本吃的东西很便宜，我想他们吃到的可能都是进口的食材。如果是日本的本土食材，其实都蛮贵的，但是确实很好吃啊。像这种猪肉呢，我哥哥指定要买，他说这个肉香味强烈，吃起来很爽，果然很好吃欸。我后来去札幌的好事多又买了一大盒。今天买的所有的牛肉都是和牛，但是是比较便宜的部位，1公斤在1300台币左右。因为没有电磁炉，所以全部都烫熟捞起来，再放下一种食材。如果觉得凉了，吃之前泡热汤就好。牡蛎在这里买都很便宜，因为都是养殖的。吃火锅少不了水菜，我很喜欢吃这个。北海道的洋葱都很甜，有机会一定要吃看看。用和牛来做洋葱炒牛肉超爽，因为器材有限，很难弄得很精致，但至少牛肉我有先腌过。那现在餐饮业越来越少人要做了，在可见的未来，从事餐饮业就差不多是在做功德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看哦，拜神是为了在未来获得可能的幸福，但是一顿美食现在就可以让你直接幸福。那这些人把自己身上的辛劳苦转化成你嘴里的愉快，所以呢，好吃就要大声的给人喝彩，不要吝啬。我们买了一大盒的生食级扇贝，一半做干煎。我注意到这些扇贝煎的时候完全没有出水，我以前煎冷冻的那一种都会一直渗白色的水出来，鲜味也都跟随着那汁液流掉了。但是这个扇贝都没有渗水哦，一定很好吃。嫂嫂跟侄子逛街回来了，我来跟他们介绍一下晚餐。这个是牛肉，我们用炒的。这个是烫的牛肉，被婶婶吃掉的猪肉，我们给他买了4盒。然后这个是厚片猪肉，也是日本国产，跟昨天一样是生鲜干贝。没有冷冻的，煎熟，因为有的人不吃生的嘛。套 Q 的肝脏拉出来剁成泥之后，再用他自己的肉拌在一起，摆3-4天以上。你看它这个甜虾很饱，我不知道是哪边进口，我觉得它应该是进口的，因为它很便宜，太便宜了，我觉得它应该不是日本。还可以，我坦白说，没有很甜。明天我们去根室花纹，是北海道在地的，比这个甜很多，但是它很粗啦，口感很好，但是不甜，就是卖鱼的人自己腌的，所以好不好呢？落差很大，就蛮凭运气的啦。好吃，但是要配酒。上面的液体啊，是因为我们没有盐巴，我倒的酱油。
不是干贝流出来的水。很扎实，真的好吃。摄影机后面有6个人看着我，好像有一种明星的感觉，有没有？就前面都摄影师、跟灯光师啊、录音的啊，然后一个人在那边吃，吃着嘴里的，看着锅里的。肉汁散进嘴巴里，真的这超棒！建议大家来的时候要吃看看哦。大家比较开心啊。